Hello，大家好。身为一个社工，也当了6年的讲师，我看过太多太多大大小小的社区活动是怎么样去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但你有没有想过，一场我们看起来很热闹、很成功的公益园游会，它背后到底要有多少人、多少资源才能把它撑起来？它真的不只是一天的活动而已，它其实更像是一个迷你社会的缩影。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一起走进幕后，来抽丝剥茧，看看这个叫做“爱的连线”的社区关怀行动是怎么从一个想法到最后变成一个真实的园游会。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讲到园游会哦，很多人第一个想法可能就是不就很简单，找一些摊位啊，找人来表演啊就好了嘛。但真的没那么单纯，这背后其实是在编织一张超级复杂的网。这张网要跨过好多不同的领域。而这张网怎么织，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解密的地方。好，那所有事情的起点一定都是那个为什么。每一个很棒的社区行动，其实都来自一个很单纯的需求，就好像我们要在土地里面先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像这次的携手爱无限园游会，它的主题就取得非常好，叫做手心向下，散播爱的种子。这句话就点出了所有行动的第一步，那就是我们要先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的爱这颗种子应该要种在哪里？哪片土壤最需要它？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些在我们身边真正需要帮忙的家庭。你看啊，这期在台中的活动啊，就非常精准地锁定了超过500个在地的家庭。这里面呢，当然有政府认定的中低收入户，但更重要的，我觉得是所谓的边缘户。你想想看，他们的生活其实非常辛苦，但就因为差那么一点点，就不符合政府的补助资格。这群人呢，往往是社会安全网最容易漏接的一群。然后再加上重阳节快到了，对长辈的关怀，还有对那些突然生病或是家里发生变故的家庭伸出援手，这些都是这次行动最重要的目标。这也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就算社会再怎么进步，阳光真的不一定能照到每一个角落。好，那光有想法还不够，谁来做呢？这么大的活动，绝对不可能一个人或一个单位自己来，它需要几个像大树一样根扎得非常非常深的组织来当整个活动的支柱。我们就来看看这背后到底是谁在推动。你看这两个主办单位，这个组合就很有意思。一边是天主教会台中教区，哇，这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组织很庞大的机构，有几十年的社福经验，网络遍布各地。另一边呢，是中华存善慢飞天使关怀协会，他们是为了照顾我们俗称的慢飞天使，也就是发展比较迟缓的孩子而成立的。所以你看，一个服务的范围很广，一个服务的对象很专，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变成一个非常稳固的基础。而且台中教区的投入真的不是最近才开始的。你看这个时间，哇，他们的根可以一路追到100多年前呢。从最早在彰化罗厝盖了第一座教堂，一直到今天，他们管理着横跨台中、彰化、南投总共54个堂区，还有数不清的学校、医院、社福中心。你想想看这100多年累积下来的是什么？是社区对他们的信任，还有一个超级庞大的服务网络。这就是他们能够号召这么多人办这么大活动的底气。好，接下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今天最精彩的地方。主办单位把他们的合作方式叫做“爱的连线”，这4个字听起来很温暖，对不对？但它背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操作模式呢？我们来一探究竟。所谓的爱的连线它不只是一个好听的口号而已，它其实是一种非常有策略的合作方法。简单来说，就是把社会上不同领域的力量，你看，有非营利组织，有企业，有政府，甚至还有媒体，把这些力量全部串在一起，让每个人都贡献自己最厉害的那一部分，然后大家一起完成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真正的1+1大于2，力量会变得非常巨大。我们直接来看这个表，你马上就懂了。你看这个网络是怎么运作的。首先有媒体伙伴，像是 TPBS 兴旺爱永续基金会，他们用他们的传播力把消息奉送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接着有企业社团，像是扶轮社、青商会，他们出钱、出人、出专业。再来是在地的力量，像是地方的教会、合唱团，他们带来了最温暖的人情味。最后
不能没有政府，像北屯区公所，他们能帮忙最精准地找到谁需要帮助。你看，媒体的曝光、企业的资源、社区的温度、政府的公信力，每一个角色都缺一不可。这就像一个交响乐团，每个人负责不同的乐器，才能合奏出一首动人的乐章。而且你不要以为这个爱的连线只在台中，其实携手爱无限是一个全国性的计划。从2021年开始，由 TVBS 他们发起，到现在已经串联了超过1000间教会，募集了超过1亿5千万台币，帮助了全台湾16万个家庭。16万这个数字的背后是16万个故事，是16万个家庭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感受到了原来社会上还有人在关心我。你知道吗？其实学术界早就对这种合作模式很有兴趣了。有位学者叫 James Austin， 他就提出一个合作光谱的理论。他说 NPO 跟企业的合作大概可以分成3种。第一种叫慈善型，很简单，就是我捐钱给你。最深的第3种叫整合型，就是我们的目标、员工都混在一起了。那这次的园游会就非常典型的落在中间这个叫做交易型的阶段。先不要觉得交易这个词不好听哦，这里的交易指的是一种双方都获益的、很成熟的策略伙伴关系，是一种资源的交换，而不只是单方面的给予。好，前面铺陈了这么多，所有的规划串联策略，最后全部都汇集在这一天的园游会上。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场付出的飨宴到底端出了哪些好菜。首先，最核心的当然就是要为那500多个经过确认真的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最直接的帮助。但你知道吗？我觉得更棒的一点是，他们不是直接给你1包米、1罐油，而是给每个家庭1000块的超市礼券。这个小小的动作，在我们社工眼里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代表你给了他们选择权，给了他们尊严，让他们可以自己决定家里到底最需要买的是什么。那除了帮助这500个家庭，为了让这一天变成整个社区的派对，现场还来了将近80个摊位。你没听错，是80个。这就是为了让这场活动不只是给，更是大家一起来玩。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空气中有食物的香味，耳朵听到的是乐团的音乐，然后还有人在排队等着免费剪头发、看医生，有吃有玩有义卖，还有很贴心的服务。这整个设计就是希望做到让教会走出去，让社区走进来，把一个公园变成一个让大家可以很轻松、很自然的交流的地方，完全打破了平常我们觉得帮助人跟被帮助之间那道隐形的墙。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来了，你觉得这个活动的影响力就只有在那个星期六的6个小时吗？绝对不是。我觉得曼菲天使协会的吴景和理事长讲的这句话，可以说是整个活动的灵魂。他说，爱不是一场活动，而是一份持续的行动。这句话真的太重要了。我们看到的园游会，其实只是海面上那座冰山的一角，海面底下那更大更重要的部分，是每一天都在发生的关怀和支持。没错，所以这场园游会，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入口，它打开了一扇门，让教会、社工还有社区里的家庭可以互相认识，建立信任。因为最终的目标是希望未来当这些家庭又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心里会知道我可以找谁帮忙。他们会知道在这个社区里有一群人是真的关心他们的，这才是爱的连线真正想要连起来的东西。好了，听完这么多幕后的故事，现在就轮到我们自己来动动脑了。我准备了3个问题，让我们可以把今天听到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的思考。好，第一题，除了捐钱，你能不能想一想你自己的专业，不管是你的工作、你的技能，还是你的人脉，有哪一样东西是可以拿来支持像这样的社区活动的？记得我们讲的爱的连线吗？它需要的真的不只是钱，它需要会计师，需要设计师，需要会写文案的人，也需要会开车送货的人。第二题，把一个单纯发物资的慈善活动变成一个有吃有喝有音乐的同乐会，你觉得这样的改变对于给的人跟拿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你可以从我们刚刚聊到的尊严跟社区这两个角度去想一想。最后第3题，如果我们都同意爱是一份持续的行动，那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有没有哪一件很小很小，但是你可以持续去做的行动，来为你自己的社区贡献一点点力量？请记得，一个有温度的社区，从来都不是靠几个超级英雄，而是靠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愿意在日常生活中持续的伸出那一点点援手。好，非常谢谢你今天跟我一起看见了爱是怎么被连接起来的。